你们这种老男人，不就是仗着有点钱专挑年轻女孩下手吗？沈莹，你摸着良心说，这半年我有没有用钱买过你一次？你就是吃定我喜欢你，才敢这样拿刀子往我心口捅，对不对？他叫陆廷舟，比你大9岁，自己开实体制造企业的，摸爬滚打出来的老板，条件没得挑。下周见个面。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太老成。你喜欢哪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给你安稳。你成天在那些乌烟瘴气的剧组里干些打杂的幕后活，连个正经社保都没有，我跟你爸能放心吗？我的情况你妈应该说了，私营企业事多，经常出差跑长途。如果结婚，我没法天天陪你浪漫，但我保证，物质上不亏待你，家里的事你说了算，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什么算原则？忠诚，还有，试着把那里当成家。这场相亲快得像闪电战，1周后定婚期，半个月后办婚礼。他包了酒店，来的都是些我不认识的生意伙伴。抱歉。南方工厂出了点急事，我得去处理，大概1个月，卡在抽屉里。我躺在床上，觉得这一切假的可笑。我照常去剧组上班，做我的苦逼场记，顺手把那个没有备注的陌生号码拖进了黑名单。我几乎忘了自己结了婚。那轮廓莫名熟悉，是陆廷舟。你站这儿干什么？吓我一跳！不是说要去1个月吗？提前把单子敲定了，我给你打了14个电话，你1个都没接。是吗？你把我拉黑了。吃饭了吗？你怎么不穿衣服？忘了拿睡衣，叫你没听见。我逃命似的冲进卧室，拿了套家居服塞给他。你喜欢这种类型？看着干净清爽。我白吗？你觉得呢？我以前挺白的，高中还是篮球队校草，像流川枫。后来成天跑车间盯设备，晒黑了。这东西能美白吗？主要功效是保湿，美白有一点。你要干嘛？随便问问。送你。等等，这一罐3000多，你省着点儿。刷我给你的卡，不用是？不用，我自己有钱。那张卡早就被我压箱底了。陆廷舟，我还不习惯，你别抱这么紧。我去浴室待一会儿。他到底怎么了？醒了，趁热吃。吃不下别撑了。他面不改色的吃我剩下的馄饨，长这么大，除了我爸妈，没人吃过我的剩饭。我去剧组了，快迟到了。到了影视棚，我忙得脚不沾地。妍妍，吃这种猪食怎么行？走，哥哥带你去外面吃日料。不用了，齐老师，我还要对通告单。别装了，沈莹，你在剧组跑断腿1个月能挣几个钱？我打听过了，你根本没男朋友。只要你跟了我，我让制片人给你提个副导演的。你是谁？赶紧松手！信不信我让场务把你赶出去？我是她丈夫，沈莹是我太太。再让我看见你骚扰她，我保证你这个靠煤老板干爹砸钱进来的男4号，明天就会因为左脚先迈进剧组而被封杀。滚！你怎么来了？这种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诉你有什么用？你还能天天跟着我进组？以后我接送你，午饭。吃不完，亲我一下，我帮你解决了。陆总，这老男人到底什么来头？陆总，您怎么亲自来片场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路过，来看看我太太工作的地方。太太，沈莹是您太太？哎呦，沈老师，您怎么不早说啊？贵剧组的演员素质参差不齐，投资人的钱不是用来养闲人的。我太太在这儿，我不希望再看到什么阿猫阿狗往她跟前凑。是，陆总您放心，我一定严加管教。你今天太高调了，我现在在剧组成了关系户。我只是实事求是，总不能留个隐患。接下来的几天，他果真雷打不动的接送我。他公司离我片场完全是反方向，每天来回要多开2个多小时。你这样太折腾了。让你查岗，看看天天开车，身材有没有走样。给你代步，今天第一课，上车，挂档松手刹，看着前面，点上。有开赛车的潜质。突然反应过来，是生理期提前漏了。回家。我来做饭吧。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在厨房并肩作战，虽然偶尔撞到肩膀，气氛却比任何时候都轻松。把齐浩的那些烂账全都抖给狗仔，我要他在这个圈子里永远翻不了身。只是吃顿便饭，你买这么多干嘛？第一次正式登门，规矩不能废。今天你开，我看着。来就来，破费什么？谢谢姐夫。饭桌上其乐融融，陆廷舟跟我爸聊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跟我妈拉家常，面面俱到，滴水不漏。莹莹啊，你跟廷舟结婚也有半年了，这肚子有没有动静？有没有考虑过要孩子的事儿啊？妈，我和莹莹商量过了，暂时不打算要孩子。啊？为什么呀？你年纪也不小了。莹莹现在的工作正是上升期，剧组里连轴转，太辛苦。我企业那边刚接了几个大项目，常年不在家，生孩子对女性的身体和事业影响太大。我想等生活节奏更稳定，能给她最好照顾的时候再考虑。而且她自己都还是个小姑娘，我不舍得让她这么早受苦。汀州说的对，这事儿不急。我暗暗松了口气。姐，老实交代，姐夫身材是不是巨好？胡说什么？别装了，你看他今天看你的眼神。不过说真的，姐夫年纪大是大了点儿，但你们还好吧？就还行吧，挺好的，挺好的。是吗？原来太太对我的评价这么高啊！姐夫，你洗完碗了？那什么，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论文没写，我先撤了，你们聊。那什么，我妹她瞎问的，我就是随口一答，你别当真。随口一答，我以为这是你对我昨晚表现的真实反馈。陆廷舟，你再说我翻脸了啊！走吧，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今天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在我爸妈面前那么说，关于孩子的事，还有你送的那些礼物，我爸妈很高兴。
我说的是实话。我娶你，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我们确实需要时间适应彼此，你不用有压力。你好像很会应付长辈。不是应付，是将心比心。他们关心你，自然也会操心你的婚姻，让他们放心，是我作为丈夫的责任。陆秦州，沈英，别动。陆廷州，就抱一会儿。开门吧。卡，收工。喂，绵绵姐，你才下班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姐夫最近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大半夜的你打过来就为了问这个？沈面，你是不是闲得慌？你大半夜的在这里装什么鬼？吓死我了！路过，看你的车还在，就来看看。路过，你家在市中心，公司在开发区，影视基地在郊区，你这路绕得够远的。姐，你说话呀！报警啊！绵绵，我没事儿，是你姐夫来接我了。哇塞，深夜接下班，浪漫啊！行了行了，我不当电灯泡了，你们赶紧回家过夜生活吧。穿上，夜里凉，坐我的车回去。你的车明天我让人开回去。以后统筹大夜戏，提前发微信给我，我来接你。不用了，我能自己开。你一个女孩深夜疲劳驾驶，不安全。谢谢。沈英，从那天起，我们之间有了一层心照不宣的默契。他每天接送我上下班，我的片场工作再晚，他也会在停车场等我。家里的冰箱被塞满了我爱喝的酸奶，我的梳妆台上也多了一瓶他默默补货的面霜。喂，我准备离婚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苏晓要离婚了，他们大学恋爱4年，感情那么好，可结婚才2年，就因为生活琐事、婆媳关系、买房还贷这些事儿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连一丝体面都没保住。陆廷舟，你觉得我们的婚姻能一直平稳地走下去吗？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我只是有点害怕。你看，我们开始的那么荒唐，相亲、闪婚，没有感情基础，甚至连彼此的喜好都不了解。你大了我9岁，你已经是成熟的企业家，而我还在剧组里为了一个镜头跟场务吵架。如果有一天，那些隐藏的矛盾都爆发了，我们是不是也会像苏晓他们一样，相看两厌，最后只能分开？沈莹，婚姻不是靠如果和害怕来维系的。我选择和你结婚，不是为了完成父母的任务，更不是一时冲动。我了解过你，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我知道你当初为了留在影视圈，硬是扛着家里的压力，从底层场记做起。我知道你经常为了核对一个剧本细节，熬到凌晨3点。我也知道你心软，每次片场盒饭剩了，都会去喂流浪狗。年龄差距是事实，但不是障碍。你不了解我，我可以让你慢慢了解。我们没有感情基础，可以从现在开始培养。但分开这2个字，不要轻易说，更不要轻易想。我不能保证未来一点矛盾都没有，但我陆廷舟既然娶了你，就会尽我所能，护你周全。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听明白了吗？你在我之前谈过恋爱吗？谈过一次，大学的时候谈了3年，后来他出国深造，我留在国内搞实体创业，异地熬了1年，分了。那你还想着他吗？都是过去的事了，人总要往前看。9岁的年龄差，在这一刻似乎有了具象化的对比。或许是红酒的后劲上来了，或许是刚才那个前女友的话题让我心里不痛快。你看人家这年轻的肉体多有活力，哪像你们这种老男人，也就是仗着兜里有点钱，专挑年轻女孩下手，美其名曰成熟稳重。陆廷舟，我怎么能说出那种混账话？什么老男人，什么用钱挑年轻女孩，这简直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对不起，我刚才是喝多了胡说八道，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沈莹，你就是吃定我喜欢你，才敢这样拿刀子往我心口捅。他说什么？他喜欢我？他彻夜未归，第2天我疯了一样到处找他，却接到了一个让我如坠冰仓的电话。太太，您快劝劝陆总吧，他昨晚半夜突然跑来车间，亲自下场去测那几台新进的数控机床。他跟疯了一样，熬了1宿。刚才机器卡壳，他伸手去弄，差点把手卷进去。昨晚他红着眼睛摔门而去的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闪过。他手没事吧？人现在在哪儿？手擦破了点皮，没大事，但他现在就是不走，谁劝也不听啊。巨大的懊悔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的一句混账话竟然把他逼到了这种不顾死活的地步。我根本无心去剧组，请了假，在家里从天黑等到天亮，又从天亮熬到下午。我回来了。你的手。沈莹，我们谈谈。我们在客厅的沙发上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个茶几，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空气凝滞得让人窒息。看着他冷硬的下颌线，我的心一点点沉入谷底。他是不是要跟我提离婚？昨晚，对不起，我喝了酒，说话不过脑子。我从来没有觉得你老，或者嫌弃你的年纪。那句话就是一句烂透了的玩笑，伤到你了，我很抱歉。玩笑，沈莹，有些玩笑开了就收不回去的。年龄差距是你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对吗？最开始相亲的时候，是的，我觉得我们有代沟，所以我抗拒。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那样的。你细心，你包容我在剧组日夜颠倒的工作，你会在深夜的车库等我，你甚至会因为我一句无心的话，气得跑去工厂熬夜。陆廷舟，我现在根本不在乎你大我9岁，我只在乎你每天早上留在桌上的早饭，在乎你手背上的伤。我习惯了你在身边，习惯了依赖你，所以求你别生我的气了，也别再说那样的话，好不好？我把心底最真实的黄勇摊开在他面前，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达对他的感情。虽然不知道算不算爱，但我知道我不能失去他。沈莹，你知不知道，你昨晚这句话就像刀子一样。我不是气你说我老，我是气你让我觉得我这半年来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厢情愿。在你眼里，我始终只是一个因为年龄被你将就的选择。你心里一直觉得委屈吧？不是的，我没有觉得委屈，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是我太笨，说话不经大脑，我从来没有轻视过你，相反，我越来越敬佩你，依赖你。你别离开我。别哭，我没说离开你。那你昨晚说的话是真的吗？你说我吃定你喜欢我，是真的。沈莹，我喜欢你，可能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还要早。所以你呢？你现在还觉得嫁给我只是无奈的选择吗？不是无奈，陆廷舟，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意外。
沈清，沈清。这个吻温柔而坚定，带着浓浓的眷恋，一点点撬开我的唇齿。阳光包裹着我们，空气里弥漫着甜蜜。我去给你煮面。接吧，我去煮面。王导，怎么了？沈莹，你今天请假干什么去了？剧组出大事了，你知不知道？那个新来的女2号带资进组，非要改剧本，把咱们辛辛苦苦搭的景全给否了。现在整个棚都停工了，制片人也压不住，你赶紧给我滚回来，统筹协调。刚涌起的甜蜜瞬间被现实的冷水浇灭。这就是我的工作，无论私人生活有多大的波澜，片场一个电话，我就得随时待命。王导，我马上到。剧组出事了。资方塞的人在片场作妖，停工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对不起，说好要吃你煮的面的。我送你过去。不用，我自己打车就行。你熬了一夜。行了，走。这个景不行，太土了，我要浮夸的网红风，全部给我改。沈莹，你可算来了。经常受这种气，习惯了。影视圈幕后就是个拼忍耐力的活儿。时间就这样平稳地划过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们成了真正的夫妻。他会在我加班时偷偷往我包里塞零食，我也会在他出差时往他行李箱里放手写字条。年龄的差距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了我们互补的契机。怎么突然带我来泡温泉？沈莹，闭上眼，给你个东西。我们结婚的时候太匆忙，一切都像走过场，没有像样的求婚，也没有认真挑过戒指。我一直觉得委屈你了，沈莹。虽然晚了半年，但我还是想正式的问你一次，你愿意接受我这个无趣的老男人，让我用以后的所有时间继续照顾你吗？我愿意，一辈子都行。那个夜晚，水波荡漾，星光摇曳，一切都美好的像一场梦。然而，梦总有醒的时候。张总，怎么了？沈莹，你现在在哪儿？赶紧来公司一趟！最大的投资方突然撤资了，资金链断裂，剧组马上就要解散。不仅如此，导演还卷着剩下的前期费用跑路了，我们现在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我辛辛苦苦熬了半年的项目，眼看就要付诸东流，甚至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到。出什么事了？剧组资方撤资了，账上没钱，面临解散。缺多少？我让财务打到你们剧组公账上。别哭，一点小事而已。如果我今天拿了陆廷舟的钱填补了这个窟窿，那我成了什么？一个靠老公砸钱在片场玩过家家的娇妻？别打，陆廷舟，我不要你的钱。沈莹，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不是逞强，那个项目本来就是一个脱离现实、为了捧人而硬凑的工业糖精，就算你砸钱把它拍完，也是一堆文化垃圾。我是一名专业的影视幕后工作者，我不想靠你的金手指去救一个烂摊子。好，那你打算怎么做？我要回公司接管剩下的烂摊子。完了，全完了，收拾收拾散了吧，工资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到。都停下，旧项目作废，我们用剩下的设备和班底开新项目。沈莹，你疯了？没钱没投资，拍什么？拍真正有血有肉的东西。你胆子也太大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题材，现在根本没人敢碰。古建修复，我们要拍一部以传统建筑修复和榫卯工艺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短剧。沈莹，现在市场上火的都是什么霸总宅斗复仇，
你搞个小人物视角的修房子纪录片式的剧，谁看啊？这没有商业价值。谁说没有？现在观众早就看腻了悬浮的剧情，踏踏实实的职业剧，聚焦手工艺人的真实困境，反而能杀出重围。我一直在这个圈子做幕后，最清楚什么才是能打动人的内核，不浮夸，不造作，这才是底气。而且我之前一直有联系一位真正的大木作长师耿建南师傅，他的团队正在市郊抢修一座明代古戏台，场地专家都是现成的，这能省下大笔美术和置景费。滚！你们这些搞娱乐的，除了会摆拍作秀，还能干什么？别在这儿碍我的眼！耿师傅，我们是真心想记录你们的修复工作，做记录个屁！老祖宗留下的工程是让你们拿镜头当乐子拍的吗？沈公，算了吧。你们先回去，我一个人留下来。我不信这个邪。连续3天，我每天天不亮就去工地，不拿摄像机，而是戴上手套帮他们搬木料、递工具，手上磨出了几个血泡，我也咬牙没吭声。这梁上的燕尾笋和抱尖笋咬合太复杂，现在临时找木料手工开笋根本来不及。今晚台风一登陆，这戏台就全毁了。你怎么来了？听说陆太太在郊外遇到了技术难题，这行我不懂，但我带来了我工厂里最顶尖的数库技术工程师。谁说现代机器不能帮传统工艺一把？这是古剑，差1毫米都榫卯不合。你们那些冰冷的机器懂什么叫火候？耿师傅，传统工艺讲究的是匠心，但现代实体制造讲究的是精度。知识降维打击，有时候不是破坏，而是成全。我震惊地看着那些工程师从车上搬出高精度的3D 激光扫描仪，直接对准了那根腐朽的古木。数据在电脑屏幕上飞速建模，那台庞大的5轴联动数控机床在平板车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传统大木作与现代高精尖制造业，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傍晚，即将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碰撞。耿师傅能接受这种颠覆性的方式吗？陆总，数据采录完毕，精度误差控制在0.01毫米以内。上料，开工。这怎么可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去试装吧。现代制造业对传统难题的降维打击，不是剥夺了匠人的饭碗，而是将古老文明从毁灭的边缘抢救了回来。这是最真实、最打动人心的故事。我收回之前的话，你们要拍，我全力配合。陆廷舟，谢谢你。夫妻之间不说谢，你做你幕后的专业工作，我做我制造的老本行，这叫强强联合。沈莹，孙宝之间的先导预告片引爆全网了，冲上热搜第1了！太好了，剧组终于要起死回生了。沈莹，你看这个，卷款跑路的前导演不但回来了，还反咬一口，控告我盗窃剧组设备，侵犯知识产权，要求全网下架我们的视频。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姓王的前脚卷走投资人的钱，后脚看我们火了，就联合齐浩那个浑水摸鱼的戏子，想把我们的心血据为己有。沈莹，要不你让你先生出面解决一下？陆总财大气粗，随便找个法务团队就能把他们摁死。遇到问题就找他兜底，那我这段时间的努力算什么？我是这个剧组的统筹，幕后的事儿用幕后的规矩解决，不用麻烦陆廷春。这半年在剧组的摸爬滚打，早教会了我怎么在这个名利场里生存。我可不是那种只能躲在男人身后哭泣的小白花。大家不要被那个视频骗了，沈莹不过是个场记，她有什么能力制作这种剧？那是偷窃了我之前创意。是吗？那王导您看看这些是什么？
作为剧组的现场统筹，所有的财务支出和设备调度都要经过我的手。你卷款潜逃的证据，我早就备份在案了，我已经报案了。经侦大队的人就在门外。沈莹，厂区出事了。厂区出事了，我陪你去。陆总，这几天台风过境，仓库电线老化短路引发了火灾，火已经扑灭了。但是，说重点。我们为省里乡村振兴项目赶制的那批核心农机设备，下道工作智能水质监测仪，全堆在1号仓库，精密主板被水浸泡，全报废了。下周就是交货期，违约金高达3000万。3000万，足以让一个运转良好的私营企业瞬间资金链断裂。老赵，立刻联系备用供应商，加价调主板。财务，把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盘一盘。车间全员3班倒，准备重新组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商海中搏杀的陆廷舟，他像一根定海神针，死死扛着整个企业的重压。陆总，备用供应商听说我们着火，怕我们破产付不起尾款，拒绝发货。除非我们现在立刻结清1000万的现金全款，可是银行那边的贷款因为火灾事故临时被冻结了。资金缺口还有多少？500万，只要有500万付定金就能拿到主板。可是现在能借的渠道都卡死了。老张，之前榫卯之间第1期的分红和平台的预款，明天能不能先打到我个人的账户上？这里有150万，是我所有的积蓄和新剧的预售分红。陆廷舟，我说过，遇到问题我们一起扛。我拿不出500万，但至少能帮你凑一点。沈莹，这是你的心血，我不能。你是我的丈夫，比起我的心血，我更怕看你一个人应承。违约金是小，但失去了乡村合作社的信任，我们以后在农业智能设备这块的口碑就全毁了。我亲自去一趟乡下合作社，跟村支书谈。我跟你一起去，技术你懂，但论怎么做危机公关，怎么跟人谈判，我是专业的。陆总，不是我们不通人情，延误1周，我们的虾苗就会大面积缺氧死亡，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没得商量，按合同走，违约赔偿。支书，如果我能让你们合作社今年的虾稻米销量翻上1倍呢？小丫头，口气倒不小。我们这虾稻米虽然绿色无污染，但苦于没有名气，渠道打不开。你凭什么说能翻倍？凭这个，我是专业的短剧制片人，这个爆款项目就是我操盘的。你们现在的困境是没有宣发，我可以带领我的专业团队，免费为你们的虾稻共作品牌拍摄一部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宣传微电影，并且负责全网推广。一部出圈的微电影带来的流量和品牌溢价，绝对远超那点违约金。我们只需要您宽限7天，7天后设备和微电影我们双手奉上，这是双赢。好，沈制片，我就信你这一次，7天，多1天都不行。陆太太，你今天可是救了我的命。知识降维打击，不是只有你们制造业才会，我们搞传媒的同样能点石成金。接下来的7天，我们兵分2路，他在工厂死磕设备调试，我带着老张和团队扎进田里，日夜赶工拍摄。终于设备按时交付，微线影也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危机终于解除。廷舟，我回国了，今晚能见一面吗？抱歉，我在陪我太太，不方便。
是那个谈了3年的初恋？林曼，他现在是欧洲那家核心配件总代的大区经理。这次回国，估计是因为前几天我们要调货的事。汀州，好久不见，这位就是沈小姐吧？听说你是做娱乐圈幕后的，前阵子的危机真是难为你跟着汀州到处跑了。苏经理，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沈莹，她是业内顶尖的制片人。前阵子的危机是靠她出色的商业谈判和公关能力才化解的，如果没有她，我可能挺不过去。汀州，你变了。不过生意归生意，下个季度的配件续约权在我手里。明晚我在洲际酒店顶层定了位置，我们单独谈谈细节。合同细节，明天上午10点，我会带法务团队去贵公司会议室正式洽谈。至于私人邀约，免了，我得按时回家。刚才表现不错啊，陆先生。我从不给不相干的人留幻想。沈莹，我既然跟你结婚，就绝对忠诚。经历了这场危机，我们的心彻底贴在了一起。我要感谢我的团队，但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先生，是他让我知道，真正的底气不是别人给的金手指，而是并肩作战的勇气。一切似乎都尘埃落定。不会怀孕了吧？说好的不要孩子呢？怎么吐成这样？吃坏肚子了？陆廷舟，我觉得应该不是吃坏肚子。去医院，现在就去。我的事业刚刚起步，榫卯之间才拿了奖，接下来的大项目正等着我。如果这时候怀孕，所有的努力都要被迫按下暂停键。没怀孕，不过你这胃是怎么回事？急性床外炎并发重度溃溃疡，你平时是不是经常饮食不规律，还经常熬夜受寒？你知不知道你这胃黏膜已经薄成什么样了？再这么作践自己，穿孔出血都是轻的，必须马上休养，忌生冷辛辣，按时吃饭，否则真到了胃穿孔那一步，神仙难救。你别生气嘛，干我们剧组统筹的哪有按时吃饭的？盒饭凉了也得对付几口，这都是职业病。职业病，拿命换的职业病。从今天起，你的饮食作息我来接管，做不到你就给我辞职。接下来的日子，我算是彻底体会到了一个实体企业家的铁腕管理。在这样的独裁下，我的胃痛奇迹般的缓解了，甚至还长了2斤肉。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下去时，一个巨大机会砸在了我头上。业内顶尖影视制作中心有一部大剧《大漠孤烟》，点名我去做联合制片人。但是沈莹，有个条件，这部戏要在西北大戈壁实景拍摄，条件极其艰苦，风沙大，温差大，而且一去就是3个月，你能克服吗？我该怎么向他开口？西北戈壁，实景拍摄3个月。沈莹，你是不是忘了医生半个月前刚说过什么？我没忘，我带足胃药去就行了。陆廷舟，这是 S 级项目，是我从底层场记爬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这种核心制作圈层，我不能放弃。我不同意。你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戈壁滩的折腾，事业可以再拼，命只有一条。可那是我的梦想。你当初创业的时候，为了拿账单连轴转，被机器卷伤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退缩？为什么你可以拼命，我就必须像个瓷娃娃一样被你供在家里？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爆发真正意义上的争吵，不是因为鸡毛蒜皮，而是因为各自坚守的底线。
这里比我想象的还要荒凉。戈壁滩的拍摄条件极其恶劣，开机第3天就遭遇了断电危机，发电机在沙尘暴中彻底瘫痪，几百号人滞留在零下10度的荒漠里，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陆廷舟，你怎么？接线，劳氏，半小时内恢复供电。带足了胃药，这就是你所谓的能照顾好自己。先喝汤，喝完吃药。你不是生我的气，不理我了吗？我是气你，但我工厂在西北刚好有个配件分部，我听说这边有沙尘暴，我能看着你死在戈壁滩上。妈，您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妈，眼前这位气场强大的女人就是我的婆婆。我儿子结婚半年了，我这个当妈的，是不是还得通过八卦新闻才知道自己多了个混娱乐圈的儿媳妇？阿姨，不是妈，您好，我是沈莹。沈莹，你这工作性质，一年到头不着家吧？廷州每天在厂里管理几千号人已经够累了，回家还要独守空房，甚至还得跑到戈壁滩去给你送物资。妈，我去西北是因为分部有业务，这是我们夫妻间的事。夫妻间的事，你当初背着我跟他闪婚，我就不说什么，但咱们陆家不能绝后。沈莹是吧？我不管你之前是做什么统筹还是制片的，既然嫁进了陆家，这半年肚子还没动静，明天开始把工作辞了，跟我去见几位中医专家，好好调理，尽早生下长孙。妈，沈莹不会辞职，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你这是要为了他，连家里的规矩都不顾了？陆家不需要强迫女人生育的规矩。沈莹是专业的影视幕后统筹，前阵子工厂危急，是她用专业的公关方案帮我拿下了虾道共作的订单。她有她热爱的事业，她是我的战友，不是附庸。至于孩子，我们顺其自然，任何人不能逼她。行了，收起那副护犊子的样子，我又不是来吃人的，我就是看看能让你小子破例闪婚的女孩到底什么样。既然你们有自己的成算，我也懒得讨嫌，明天我就飞欧洲看分公司了。沈阳，上面的政策导向变了，现在要求咱们做真正贴近老百姓、关注小人物职业痛点的现实题材。我打算策划一部关于企业内部办托育中心的剧，但这行太冷门，咱们连个素材都找不到啊。巧了，陆太太，我们厂区为了留住双职工技术条壮，刚砸钱筹建了一个内部托育中心，想不想来我的地盘实地考察一下？我们厂里很多一线工人和制式员都是外地来的双职工，孩子没人带，只能辞职回老家。办这个托育中心不仅是福利，更是留住产业工人的底气。沈制片办这个中心难啊，资金预算紧，外面的高价私立幼儿园又经常来挖我们的老师，家长们既感激又焦虑，运营里的摩擦天天都在发生。不好了，出事了！今天厂区设备开放日，家属太多，中班的涛涛不见了，这可是厂里首席高级技工的孩子。涛涛妈已经急晕过去了，快叫救护车呀！快，让大家停工。等一下，停工会引发更大的恐慌，容易发生踩踏。不要乱，所有保安听我指挥，现在立刻封锁 A、B、C 3个大门的出口，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听我太太。监控室，
马上调取3号、5号机位，我是说厂区主干道的监控回放。涛涛失踪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哪里？在食堂后面。食堂后面是备用库房，那里的铁皮门是虚掩的。一组人跟我走，其他人维持现场秩序。感谢你。陆太太今天指挥若定的样子，真是迷死人了。我是不是该正式行使一下我这个合法丈夫的权利？你他用霸道又体贴的方式，彻底抹去了我们之间最后的隔阂，向我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个企业家，更是一个属于我的鲜活热烈的男人。姐，你快看热搜，有人把你昨天在厂区指挥保安找孩子的视频发上网了，但是被恶意剪辑过，说你这个娱乐圈的制片耍大牌，在工厂里对着普通工人颐指气使。我让公安部直接压热搜，法务部发律师函起诉造谣者，这种事绝不能容忍。不用，压热搜只会让网友觉得我们心虚，是资本在捂嘴。那你要怎么做？对付恶意剪辑，没人比我这个专业的影视幕后人员更懂，用魔法打败魔法才最致命。沈莹，国家台的制作中心看到你的视频了，他们看中了这个托育中心的现实主义题材，要投资我们，把剧本做成50集的上星大剧，并且点名要你当总制片人。但是项目筹备期和拍摄期必须在 A 市国家台总部完成，为期1年。老张的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我所有的兴奋。去 A 市跟进国家台的项目整整1年。这意味着我去陌生圈子重新打拼。对于一对刚刚打破隔阂的夫妻来说，长期异地简直是致命的考验。有心事，企划案不顺利？不是，是国家台邀请我参加项目，但是要去 A 市全职驻扎1年。想去就去。可是1年呢？你不生气？我娶的是一个能在片场运筹帷幄的独立制片人。不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A 市的圈子水深，去闯闯也好，能接触到最顶级的制作资源。家里有我，你放心飞。国家台的制作中心确实是业内顶尖，但也极其排外。第1天我就被当众给了个下马威。沈制片，你这剧本写的太接地气了吧？这年头谁看工人带孩子，一点爆点都没有。必须加流量明星，加多笑恋和原生家庭矛盾的剧情，不改，这项目我就不投了。不改，一个字儿都不能改。我们做的是现实主义题材，要的是底层打工人的真实痛点，不是工业糖精和狗血撕车。你想捧流量明星去别的地方，这部戏不认资本的烂账。陆太太，查岗了，有没有背着我不按时吃饭？你怎么来了？出差，顺便来看看某个嘴硬的小骗子，还有个事要办。我们的婚礼虽然正领了，但我一直欠你一个真正的仪式。我打听到 A 市有位极其难请的独立婚纱设计大师秦老，我想请他为你量身定制一件独一无二的婚纱。他拒绝了，我出了3倍的价钱，连门都没进。秦老放话，绝不把自己的心血卖给满身铜臭、不懂尊重手艺的无良买家。满身铜臭，无良买家。我们陆总在实体制造界呼风唤雨，到了老艺术家这儿，结结实实碰了壁呀。秦大师脾气古怪，做婚纱全凭眼缘，最恨仗着有钱对设计指手画脚的买家。觉得那是在践踏艺术操守。这种有职业操守的匠人，吃软不吃硬。交给我吧。
你忘了，对付手艺人，我是专业的。秦老说了，不见商人的家属。我不是来用钱砸人的，我是影视幕后工作者，来找秦老探讨创作底线。你就是那个暴发户的太太，怎么想用讲故事来打动我？秦老，我先生是个本分的实体制造业老板，他不懂艺术，但他懂得给我最好的，而我懂您。我也在搞创作，我最懂坚持底线这4个字有多难。您拒绝卖婚纱给无底线的买家，是为了保护作品的灵魂，而我在剧组里，为了不让资方塞流量明星毁了现实主义剧本，被孤立了整整3个月。我们都是在资本面前拼命护着自己那点骨气的人。你刚才说你在做现实主义的剧，拍的什么？阳光普惠托育中心拍的是厂房里蓝领工人的生活，没有霸总，没有金手指，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与职业困境。现在这世道还肯静下心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题材的年轻人不多了，难怪你不像那些一身珠光宝气的阔太太。这个时代都在求快，可我做了40年手工，一针慢一针，才敢说对得起自己的手。我拍戏也一样，流量明星能带热度，但带不来真心。棚里搭的景再漂亮，也不如实实在在的生活有力量。让那个姓陆的小子明天把你的尺寸送来，婚纱我做了，不是看在他的臭钱上，是敬你这小丫头的一身傲骨。谢谢您，秦老。秦老答应了，婚纱的事儿定了。他收了多少钱？1分没收。他说是敬我一身傲骨，等1年后我杀青回城补办婚礼。1年，好，我等你。上车，婚纱的事儿我有话问你。愣着干什么？秦老工作室的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婚纱连夜空运过来了，让我接你们直接去试穿。去换上吧。很美。算这老头子有眼气，你们俩这婚礼拖了这么久，也该办了。沈莹，你那个什么打工人的剧我看了，拍的还凑合，没给陆家丢人。沈莹，1年前那几天是我这辈子最荒唐的开始，但幸好我抓住了你。什么？接吧，天塌不下来。老张，怎么了？沈莹，出大事了！阳光普惠托育中心明晚大结局的母蛋被人恶意窃取，对方重新配音剪辑，把老师安抚孩子的台词改成了虐童暗示。半小时内不打1000万封口费，就把假视频发给所有营销号。对方 IP 查到了吗？查不到，多层海外代理服务器，技术部根本追踪不到源头。老张，稳住，不要打钱，拖住他们，10分钟，给我10分钟。对不起，廷州，婚礼可能要等我一会儿了，有人在动我的剧。都先别吃了，把你们带的电脑全打开。陆总，对方反追踪意识很强，代理服务器套了4层，硬破解至少需要半小时。半小时太长了，营销号一发，舆论就失控了。不用死磕技术，既然是冲着毁剧和要钱来的，肯定要通过圈内的黑公关渠道散播。我是沈莹，阳光普惠母带被盗窃篡改，需要你们立刻锁定所有带阳光普惠大结局词条的异常上传请求，反向定位国内中转站。拦截到了，国内转站 IP 锁定。城东废弃网吧，
老张，坐标发你了，立刻报警，带警察过去抓现行。抓到了，是齐浩，他染上毒瘾欠了债，买通后期实习生偷母带，想敲诈最后一笔。对不起，好好的婚礼被我搞砸了。陆廷舟，没有搞砸。我刚才看着你在电脑前运筹帷幄的样子，觉得我的陆太太比任何时候都要耀眼。走吧，沈制片，宾客还在等我们。沈莹，我曾经以为成熟的男人应该给你一座无风无雨的温室，但你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你是一只能搏击长空的鹰。我不会让任何人折断你的翅膀，我愿意做你永远的底气。陆廷舟，遇到你之前，我以为婚姻是事业的坟墓，但你让我明白，真正好的婚姻是互相成就。你接受我的不按常理出牌，我懂你的实体坚守，这辈子我就赖定你这个老男人了。沈姐，你确定要拍这个婚纱设计师的本子？题材太小众了吧，而且主人公还那么轴。轴就对了，就是因为轴，所以才要拍。你们以为婚纱设计就是画几张画那么简单吗？剧本灵感来自秦老，手工定制婚纱行业正被流水线和流量冲击。女主是执着于传统手工刺绣的设计师，坚信每件婚纱都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面对资本施压，她宁可工作室倒闭，也绝不把作品卖给毫无底线的黑心买家。沈姐，女主前期因为拒绝大单，连饭都吃不起。观众爱看爽文，这种坚持原则导致吃苦的剧情，投资方能买单吗？题材太小众，没法做。沈制片，我们投的是能赚钱的项目，不是艺术品。沈制片，女主太不讨喜了，变通一下，让她前期妥协，后期逆袭打脸资本，这才有爽点。从头轴到尾的职业操守，谁看啊？艺术创作和职业底线不是用来妥协的。别抵押房子了，看看这个。这是什么？投资意向书。我几个做高端实体制造和传统工艺品出口的老朋友看了你的剧本大纲，非常感兴趣，愿意联合注资。他们？可他们不是影视圈的资本啊。沈莹，你陷入误区了。既然爱赚快钱的资本无法理解匠心，你为什么不去找真正懂坚持底线的实体资本？你的剧本里，女主拒绝向流水线妥协，坚持纯手工的职业操守，和我们这些做高端实体制造、死磕产品质量的企业家内核完全一致。他们投资的不是一部简单的剧，而是为所有坚持底线的手艺人和实体人发声。陆廷舟，你简直是我的福星！沈姐，就用替身吧，拉远景糊弄一下，观众看不出来的。再停工一天，咱们这周预算全超了。都先别动，等我打个电话。沈莹，我记得你这个剧本的核心就是不向粗制滥造妥协，对吗？对。如果你今天为了赶进度用了替身，这部剧的灵魂就死在了这一刻。超的预算，我个人名义补齐，停工等待恢复。记住，你是制片人，把控的是剧的质量，不是向现实的压力低头。停工，等女主角出现再拍，每一帧每一线都必须是她亲手绣出来的。超渣的钱我来想办法，我绝不允许我的剧里出现一丝一毫的敷衍。几个月后，穿针引线如期杀青并上线，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部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狗血撕批、节奏甚至有些慢的职业短剧，竟然在上线第3天迎来了口碑的惊天大爆发。不仅各大官媒纷纷下场点赞其传递的工匠精神，甚至连很多国际知名设计师都在社交平台上转发。大制片人今天怎么舍得提前回家了？因为比起那些虚伪的应酬，我更想陪我的陆先生吃一顿饭。对了，周末沈面要带男朋友回来吃饭，她特意交代让无所不能的姐夫帮她把把关。这丫头眼光向来挑剔，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小子。来了呀，快坐。姐，沈姐好。人工智能博士，研究方向是什么？深度学习在工业质检中的应用。毕业之后什么打算？留校还是进企业？想进实体行业，把技术落地。你家里人知道你们在谈恋爱吗？知道，我爸妈说沈面挺好的。行了行了，先吃饭，别跟审犯人似的。以后遇到什么技术落地的问题，可以来厂里找我聊聊。谢谢姐夫。觉得小顾怎么样？还行，虽然青涩，但骨子里有踏实做事的劲儿，不是油嘴滑舌的人。跟你当初挑老公的眼光比，差了一点点，但也算不错了。陆总现在真是越来越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下周3晚上空出来，我订了一家餐厅。下周3？什么日子啊？搞这么隆重？我生日不是下个月吗？某个没心没肺的小骗子，是不是忘了我们结婚2周年纪念日了？穿这么正式，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去谈几个亿的生意。比谈生意重要。怎么定在这里？从哪里开始的，就在哪里重新回味一下。2年前的今天，你坐在这位置上，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随时会剥削你的黑心资本家。那时候你气场那么强，一开口就是忠诚和原则，我能不怕吗？谁能想到堂堂陆总背地里会因为老婆的一句玩笑话跑去工厂通宵折腾机器？这件事你打算笑话我一辈子是吧？当然，老男人的玻璃心嘛，必须好好呵护。这是什么？周年礼物，打开看看。这是我找耿建南师傅借了图纸，用工厂的高精度接床自己车出来的。沈莹，2年前你用你的专业修补了古戏台的榫卯，这2年里，你用你的真实和倔强修补了我原本枯燥无味的生活。榫卯结构不用一根钉子，却能历经100年风雨而不散，因为他们在岁月的打磨中找到了最契合对方的凹凸点。就像我们9岁的差距，截然不同的圈子，盲婚哑嫁的开局，我们吵过，怀疑过，试探过，但最终我们严丝合缝地嵌合在了一起。陆廷舟，新的一年，请多多指教了。路灯昏黄，车流如诗，在这个庞大而喧嚣的城市里，我们找到了属于彼此的那一束微光。岁岁年年，万物更新，而我确信，只要握紧他的手，我们的故事就会一直平稳而热烈地走下去。